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我的另一半，他来自乡村的田野与山间。我们的婚礼那天，乡间小道的泥泞让我步履艰难，洁白的婚纱沾染了斑驳的泥土，像是点缀了一幅乡村风情的画卷。刚抵达他家，我被新家的亲戚引领至门前的一个旧簸箕旁，他们低声说，需要我在此静跪2小时，以示诚意。我诧异地转头看向我的另一半，带着询问与不解，这样的仪式是你们这里的传统吗？他似乎有些迟疑，但最终还是轻轻地点了头，低沉地说，按我们的习俗，你得跪下，这是我们家族的一种接纳仪式。我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，这样的习俗显然是对我的不尊重。我毫不犹豫地扬起手，给了他2个响亮的耳光，声音响彻整个村落。跪什么跪？我愤怒地大喊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步履艰难地行走在泥泞的土路上，优雅的高跟鞋此刻沾满了泥土，鞋内不知何时混入了小石子，刺痛着我的脚底。怒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，我几乎要失控了。历经艰辛，我终于抵达了他家门前。婆家人已经热热闹闹地聚在门前，等待着我们的婚礼仪式。四周充斥着他们的欢声笑语。看看小强，真有本事，连大学生都能娶到手，这媳妇肯定不便宜。小强真是好福气啊！瞧瞧这新娘子，皮肤白里透红，肯定能生好几个大胖小子。说得对，生儿子好，可不像邻居家，连生2个丫头，现在还得把2女儿送人。耳边尽是这些农村人的议论和哄笑声。我走到他家大门口时，发现那里放着一个巨大的簸箕。我疑惑地皱起眉头，这是作何用途？我轻声询问我的丈夫，他却安抚我稍安勿躁，说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此时，我敏锐地捕捉到周围人的窃窃私语，来了来了，新媳妇要入乡随俗了。记得之前那家的新媳妇也是不愿意，最后还不是得照做。这些城里来的娇气女大学生，就得让他们学学规矩，不然进了家门就管不住了。我心中不禁泛起疑惑，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很快明白了。走到簸箕前，婆婆站在一旁，告诉我需要按照村里的习俗，在簸箕上跪拜2个小时才能正式拜堂。我微微一笑，心中早已有了计较。婆婆见我无动于衷，开始有些不耐烦，催促道，快点跪下，别耽误了时辰。我转向即将成为老公的人，他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焦虑。我冷冷地回应道，好啊，既然这是你们村的习俗，那就让我在这簸箕上跪2个小时吧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去我家跪24个小时，一边磕头一边说你是我们家的人，以后孩子只生女孩，家里财产全给我。强子及其家人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。村里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。婆婆像只蛤蟆一样跳出来，大声嚷嚷着要我跪下求他们接纳我。然而我并不为所动，我冷冷地反驳道，大清已经灭亡了，你们这些封建余孽还没灭吗？你儿子是乘龙快婿还是高富帅啊？我得求着你接纳我，真是笑话。强子皱眉，试图说服我，小杰，你不跪就是不给我父母面子，以后嫁进我们家就很难相处了。我轻蔑地笑道，相处？你以为我是瞎子吗？看不到你们一家人的丑恶嘴脸，想让我屈服于这种荒谬的习俗，门都没有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去，
留下一群惊愕不已的人。强子的婚事就此告吹，而我也在心中暗下决心，要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他妈开始妥协，小杰，别闹脾气了，快跪下完成拜堂吧。然而，我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，我猛地一脚将那个簸箕踢飞，随后猛地掀翻了旁边的桌子。众亲戚被吓得目瞪口呆，我迅速转身，狠狠地给了强子一巴掌。他头偏向一侧，我毫不犹豫地又挥出左手，再给他一巴掌，并顺势踢了他一脚。强子妈惊叫起来：“你疯了！你竟然敢这样！你以后别想再进我们家的门！”我冷笑一声，恐怕以后没人会愿意嫁到你们家，更别提生孩子了。强子的脸色变得铁青，他大叫着：“妈，快点叫救护车！”强子妈慌忙拿出手机，准备拨打120。我走上前，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你们村的面子就那么重要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要和你结婚，我根本不会认识这些人。我冷笑道：“如果不是因为要和你结婚，我根本不会来到这种偏远的小山村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了你而放弃自我，去迎合你的乡土习俗？”我环顾四周，大声说道。周围的人都被我吓得噤若寒蝉，没人敢出声。我找到一把剪刀，将膝盖以下沾满泥土的婚纱剪掉，然后扔在强子的脸上。他慌忙把婚纱从脸上拨开，脸上沾满了泥土，看起来十分狼狈。幸好我们还没领证，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。我冷冷地说完，转身离去。我走到村口，想叫辆车回家，但在这偏远的小山村，根本不可能有车来。手机还落在强子家，但我现在没心思去拿。我正愁着怎么回城，忽然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叫我：“你好。”我转过头，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妇女正向我走来。等她走近一些，我仔细打量，发现她其实挺年轻。“你是？”“我是小强邻居，我丈夫姓苏。”她介绍道。我恍然大悟，这就是那些亲戚口中经常提到的那个经常回娘家的苏家媳妇。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我问。“那个，现在不会有公交车来，你要再等1个小时才会有。”他提醒我，公交车直接到镇上，镇上有到城里的车，你可以搭那个回去。他给我建议，我有些意外，原以为他是来劝我和强子和好的，没想到是给我提供回家的建议。我仔细观察他，发现他其实长得很清秀，只是因为长期在阳光下劳作，皮肤显得有些黑。我突然想起村里人的议论：“你也是大学生吗？”我问。他有些害羞地点点头：“嗯，毕业后我就直接嫁到这里了。”我沉思片刻，问他：“你有手机吗？”他立刻把手机递给我。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：“喂，是我。”我稍微停顿了一下，转头问苏家媳妇：“这里是哪里来着？”他急忙把地址告诉了我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个名字我根本没听过。我把地址转述给电话那头的人，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里离城市相当遥远，没有2、3个小时的车程是到不了的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我与苏家媳妇闲聊起来。她向我叙述了她和苏家儿子的爱情故事。他们在大学期间就一见钟情，她因为深爱着他，义无反顾地嫁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。她来自附近的一个小镇，因此经常回娘家探望。我好奇地问她：“你结婚的时候也要跪簸箕吗？”她轻轻点了点头。“那你为什么没有反抗呢？”我继续追问。她叹了口气：“不是每个人都有你那份勇气的。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爱他，为了他，我愿意克服一切困难。”我轻蔑地笑了笑：“这算什么困难？
所以你就心甘情愿地在他家做牛做马。我语气中带着些许不满。他再次陷入了沉默。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：这不是你应该过的生活，你需要做出一些改变，要勇敢一点。王翠翠陪着我走到了村口，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她接过电话后递给了我：喂，你已经到了，这么快？我惊讶地说道。抬头望去，一辆熟悉的保时捷正缓缓驶来。我把手机还给了王翠翠，并邀请她：你要跟我一起走吗？她摇了摇头：不了，我要回家去准备离婚协议书，而且大巴车也快要到了。我也没有强求她，只是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，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上了车，身边的男子带着几分讥讽说道：怎么了？大家闺秀居然也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我闭上眼睛，淡淡回应：别再提了，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段不堪回首。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他追问。我缓缓叙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平时话多的他，此刻却陷入了沉默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向他，他紧绷的面部线条显露出他内心的怒火。我试图平息他的愤怒。别生气，我已经为自己出了口气。那一脚，我用的是你教我的技巧。我敢肯定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听到这里，他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些。原本想要驾车去撞那些曾经辱骂过我的人的冲动也渐渐消退。在归途中，他不停地数落我。我早就说过，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当初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口口声声说他是你此生的唯一。我闭上眼睛，身边的这个男人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名叫李佳明。说起我和李佳明，我们原本有着婚约，但在大学时，因为强子的热烈追求，我一时冲动，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向家人表示要退掉这门娃娃亲，坚称自己找到了此生的真爱。那时候，我还以为自己上演了一出天降击败竹马的俗套剧情，自以为是个女主角而沾沾自喜。如今看来，整个世界就像一篇狗血的言情小说。李佳明继续问道：你就这样满足了？我轻扯嘴角，露出一抹自信的笑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好戏还没开始呢。踏进家门，我默默地承受着家人的责备，心中却在盘算着如何漂亮的回击。家人的埋怨声渐渐平息，我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，是时候行动了。我站起身，决心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。既然那村里的人对我无法容忍，那我就让他们瞧瞧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如今我正处于大4的实习期，找工作自然成了当务之急。说来也巧，李佳明的公司正好招聘实习生，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秘书。上班的第一天，我本以为会是个平淡无奇的开始，却不料在这里碰上了一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，那便是我的前夫哥强子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想不到在这里也能遇见他。不过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。在公司里，我和强子总是不可避免的碰面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察觉到了我也在这里实习。一天，他径直朝我走来，停在了我的工作台前。小杰，看来你还是对我念念不忘啊。他似笑非笑地说，我到哪里，你就跟到哪里。我皱起眉头，一脸困惑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继续道，当初你因为不了解我们家乡的习俗，让我家人在村里颜面尽失，你从未对此负责。我简直无法理解他的逻辑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误以为我胆怯了，便得寸进尺地说，要不这样，你帮我完成这个项目，我就考虑重新和你在一起。
我愣住了，一时语塞，完全无法理解他的想法。他的思维跳跃得太快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他复合了？话落，他转身离去。周围的人开始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听说小强和小杰曾是一对呢，看来是小强甩了小杰。听小强那口气，似乎是因为小杰不尊重他家人才分手的。不尊重家人，这种脾气可真够呛，谁敢娶她呀？我耳朵尖，这些闲言碎语全都落入了我的耳中。我低头看着手中的资料，这个项目对李佳明的公司来说似乎颇为重要。强子一个实习生，哪里能接触到这么高级的项目？估计是偷来的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回到家，我发现李佳明已经坐在沙发上了。因为我在他的公司实习，所以爸妈坚持让我和他同住，美其名曰是帮助我。我把项目资料递给李佳明，这个项目重要吗？李佳明随意翻了翻，还算可以，大概值几个亿吧。我琢磨着，那还好。李佳明突然问：“你不是做秘书的吗？怎么会接触到项目？”我随意摆了摆手：“别问那么多，姐现在有新的玩法了。”我靠近李佳明：“你教教我怎么做这个项目呗。”李佳明微微一愣，然后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：“怎么，有兴趣做？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”“好处吗？那不如我们恢复之前的娃娃亲吧。”李佳明提出了建议。“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还想多自由几年呢。”他瞥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“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父母唠叨。”仔细一想，自从和强子分手后，我爸妈就热衷于给我介绍对象，也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心急。我明明还只是个学生啊。好吧，为了逃避那些烦人的相亲，这个提议倒是挺合我心意的。我看到李佳明的嘴角微微上扬。这几天我一直让李佳明指导我做项目，不得不承认，他能当老板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跟他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次日，强子来找我索要项目，我把做好的项目递给了他，他随便翻了翻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？”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我饶有兴趣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好奇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果不其然，我早上才给他的项目，下午就听到消息说他从实习生转为正式员工了。原来是想利用这个项目作为晋升的跳板呢。我看到一个女生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，大概是新交的女朋友吧。也不知道这位新任女友是否愿意体验在簸箕上跪2个小时的传统呢？就在他们手牵手从我面前经过时，我微笑着说：“恭喜你升职了。”强子的新任女友疑惑地问：“你是谁呀？”强子轻声对他道：“只是个旧爱而已。”接着他炫耀地说：“羡慕吗？这种成就是你努力一辈子也达不到的。”强子的女友立刻回应：“那当然。”强子完成了一个价值数亿的项目，因此被领导赏识，提前转正了呢。我轻轻扬起眉：“哦，是吗？你说的项目是不是我今天早些时候交给他的那个呢？”强子眼神闪烁：“怎么可能？你那个做得太差了，我怎么可能拿给领导看呢？”“哦，说的不是金利产业园项目吗？”我追问。强子女友确认道：“对，就是那个项目。”我露出微笑：“那是我负责的项目哦。”“不可能。”他反驳道：“项目上的名字是强子的，又不是你。再说你一个秘书，怎么可能负责这种项目？这个问题，你或许应该问问你的男朋友。”我望着强子说。强子辩解道：“我确实从你那里拿了项目，但给领导看的不是你的版本，是我自己做的。”我轻笑着问：“
那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呢？有备份吗？有相关的资料吗？没有吧？我进一步逼问。强子开始紧张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。我都是记在脑子里的，根本不需要那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来问你一个关于项目的问题吧。我提出挑战。强子哑口无言。强子的女友急了：强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答不上来吧？但我可以。我平静地说。我狠狠地将近日来整理的资料摔在他面前。这个项目的原创是我，你只是盗取了我的成果而已。强子依然不肯承认。你胡说。他试图改变话题焦点。你是不是看不得我找了个像静静这么美的女朋友，所以存心跟我过不去？我冷笑回应。我找你麻烦还需要理由。再说，你女朋友这鼻子整得太明显了吧？强子，你可得给她找个更好的整形医院，省得下次气歪了。静静气得脸色发白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个小小的实习生，敢对我这样说话？我双手抱胸，淡然回应。我的确不算什么大人物，但你们这样无端指责并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，貌似是违法的吧？强子急了。我都说了没有。周围的人开始围观，议论纷纷。这小杰也太不懂事了吧，人家都否认了，他还这么逼人，是不想在公司混了吗？得了吧，明显是强子和他女朋友在欺负人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该不会是小杰还对强子念念不忘，故意搞这么一出吧？现在的女学生真是说不定。听到周围人多数站在他那边，强子又恢复了自信。你就是嫉妒。如果你真缺男人，我给你介绍几个亲戚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真是无语。谁说他是单身一人的？一个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。我惊愕地转过身，一只大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肩膀上。随后我被拉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是李佳明来了，我就是他的男朋友。他清晰而坚定地说。周围的人群立刻炸开了锅。真的假的？李总竟然是小杰的男朋友，这也太令人震惊了。看来那些八卦传闻都是真的呀。我就知道小杰不是那种人。不过小杰一个实习生，怎么可能和总裁在一起？该不会是用了什么手段吧？我听说过总裁其实早有婚约的。好啊，李佳明，既然你这么玩，那我也陪你玩玩。我偷偷地捏了他一下，他迅速反应，抓住了我的手。他面带微笑，对众人说：之前我指导小杰做的那个项目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天哪，那个项目是总裁指导小杰完成的，难怪小杰能做得那么出色。这不正好说明那个项目并非出自强子之手吗？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。我微微一笑，确实如此，但现在的项目归属似乎并不在我这里。哦，此刻李佳明才将目光转向强子，强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总裁，您得听我解释，都是这女人，她引诱我。他话未说完，李佳明便猛地一脚踹向强子的要害。我光是看着都觉得痛，这一脚比我上次踢的还要狠。李佳明，你真是我的救星。李佳明轻轻遮住我的眼睛，这种场面别污了你的眼。好的。我有些愣神。你们两个被公司开除了，我们绝不姑息这种行为。李佳明严厉地说。还有刚才那些跟风起哄、散布谣言的人，每人写1000字的检讨，我不满意就走人。话毕，他便拉着我离开了。李佳明带我进入他的办公室，关上了门。我突然给了他一巴掌。谁说我是你女朋友了？别想老牛吃嫩草。我没好气地说。李佳明的脸色骤然一沉。我老吗？当然了。你比我大2岁呢，还不老。我反驳道。
李佳明嘴角微翘，带着几分嘲讽：“难不成你还想和之前那个男人再续前缘？”我以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谁说我要和他复合了？”李佳明的表情稍微和缓了些：“别打岔，谁说我是你女朋友了？”我质问道。李佳明悠然地坐下，解开了领带：“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这自然意味着你也是我的女朋友，婚约是可以取消的。你说话注意点。”我冷冷地提醒他。李佳明猛地把我拉到沙发上，紧紧捏住我的下巴：“你还想取消婚约？没门！”我火冒三丈，狠狠地别过头去：“你管我！”话落，我愤然离去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本小姐的世界可不会只围着一棵树转。当我从李佳明的办公室走出来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。你猜他们刚才在里面都说了些什么？有人窃窃私语，还能说什么？估计是在里面甜甜蜜蜜吧。另一人接口道：“我越看这个小杰，越觉得他不简单。之前能迷住强子，现在又迷住了总裁。你们说，总裁知道吗？总裁真是被蒙蔽了双眼。真希望他能看清这个心机女的真面目。”我重重地将一叠纸张拍在桌上：“如果你们这么喜欢八卦，干脆辞职去做狗仔算了。1000字的检讨不够写是吗？要不要再给你们加点料？”我的话音一落，周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，只有几道若有若无的目光在我身上徘徊。都怪那个该死的李佳明！我在心里暗暗咒骂。这些日子公司里颇为宁静，少了那2个惹事精，我的心情都随之轻松了许多。尽管偶尔还能听到关于我的流言蜚语，有次我故意走到那些议论者身旁，戏谑地说：“看来你挺有空的，要不你接替我做总裁的女朋友如何？”他们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吓得面面相觑。哎，真是有说人的胆，没做人的蛋，挺没意思的。某日，我正专注于工作，耳畔忽然传来同事的惊呼声：“快上网看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强在网上爆料小杰了，说他当初在大学追小杰时，小杰一边吊着他，一边跟其他男人暧昧不清，骂她是个心机女。还有，他被公司开除，据说也是因为小杰在总裁面前说了什么，才导致他们被炒鱿鱼的。不止这些，听说他们本来上个月要结婚的，但小杰看小强是农村出身，就甩了他。更劲爆的还有呢，小强的亲戚说小杰在他们村里对小强的父母特别不尊敬，甚至还家暴小强，连小强的邻居都出来指证，说小杰撺掇邻居的儿媳妇在饭里下泻药，让人家拉了整整3天。我闻言拿起手机，哟呵，我竟然已经上了热搜榜首。我翻阅着评论区，几乎都是骂我的声音。女人都是这种水性杨花的贱人，谁要是娶了这种女人，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那些鄙视金钱至上的人都该消失。这条评论的尖锐程度，简直就像是用核弹轰炸一个无辜的小国。对于心灵脆弱者来说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然而，我是谁？本小姐自小便听尽了各种闲言碎语。我随手回复了几条评论：怎么，你娘也是那种货色？哪个女人会瞎了眼看上你这种人？你这是因为自己穷就气急败坏了吧？发泄了一番，我的心情顿时舒畅了不少。就在这时，李佳明传唤我去他的办公室，我撇了撇嘴，表示不屑。有同事看见了，窃窃私语：小杰被叫去总裁办公室了。你们说，总裁会不会甩了他？那还用说，待会儿肯定能看到他哭得稀里哗啦的。
我推开门，只见李佳明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。他平静地对我说：“我会先把网络上的热度降下来。”我本来已经做好了被他兴师问罪的准备，听到这话不由得一愣。“你不责怪我？”李佳明皱了皱眉。“责怪你做什么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？”不知为何，听到这话，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。或许还有人信任我，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。“李佳明，我轻声唤他，有何不妥？”“非常感谢，但这次就不劳你费心了。”李佳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，我轻启红唇，露出自信的微笑。“本小姐自有妙计，多年的娱乐圈追星经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单靠公关手段降低热搜，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即便网友们暂时忘却，但我的名誉依然会留下污点。我绝不允许我的人生存在任何瑕疵，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就得彻底洗白。我本来就清清白白。首先，我把强子偷取我的创意以换取转正机会的证据公之于众，阐明了他被解雇的真正原因。我浏览着网友们的评论，真相终于大白。原来强子被炒不是因为那个所谓的白莲吹了什么耳边风，而是因为他偷了白莲的创意来换取自己的晋升机会。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是个白莲的事实。看到这条，我轻蔑一笑，回复道：“故事的高潮还没到呢，别急。”网友纷纷猜测，难道还有大反转？紧接着，我撰写了自己在村里的经历，并发布到网上。当然，我也稍微运用了一些夸张手法，描述了自己是如何的心碎神伤。虽然踢了强子一脚，但真正痛的是我。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开始出现了转变。天哪，要跪在簸箕上整整2小时，这简直是玩命啊！现在农村里还有这种奇怪的风俗，虽然要尊重，但也不能这么折磨人啊！楼上的，你肯定是个大男人吧？姐妹们太棒了！对于这种充满男权思想的陋习，就是要坚决抵制。总结：男方家要求女方在婚前跪簸箕2小时，女方选择了反抗。我坐在屏幕前，看着网上的评论风向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我又翻到了些帖子，讲述了我大学时代的校友如何描述强子狂热追求我，而我一次次拒绝，他却锲而不舍，最终打动我的浪漫往事。哎呦！现在回头看这些文字，我都怀疑那到底是不是我了。想当年，我怎么会那么容易被感动呢？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王翠翠也发了帖子，为我辩解那次下药的事情。看来网友们的眼睛还是雪亮的，大家都选择站在了我们这一边。强子愤怒地一脚踢飞了椅子，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？静静目瞪口呆地看着评论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？强子慌张地摆手，不是这样的。静静，你别听那女人瞎说，她都是骗人的。她在网上说的没一句是真的。我冷笑着问，那好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有没有那个跪簸箕2小时的破习俗？强子眼神慌乱，是有，但是没有但是。静静断然打断他的话，啪一声清脆的耳光，静静甩手给了他一巴掌。你能对他那么残忍，以后就能同样对我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原来就是个乡巴佬。当初进公司时还以为他多有钱呢。静静，你别走！静静猛地一脚踢中强子的要害，强子应声倒地，疼得蜷缩成一团。倘若我身在现场，恐怕会由衷的赞叹，这女孩子出脚真是又快又狠。那一脚恐怕让强子够呛。我们结束了，别再纠缠我。
静静冷冷地抛下一句话。强子痛苦地捂着下身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眼中满是绝望。此刻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心情愉悦地处理着手头的工作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，似乎也因为我的心情而变得格外清晰和悦目。忽然间，一个同事走到我的办公桌前，满脸堆笑地问：“姐姐，你需要我帮忙做点什么吗？”我有些茫然，但还是礼貌地回绝了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与我交谈。我猜想，这或许与之前我成功为自己证明有关吧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位同事走了过来，他开口便是：“小杰，我之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苏家的大小姐。失礼之处还请海涵。”我一脸困惑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好不容易打发走这位同事，我赶忙拿起手机查看。好家伙，热搜榜首赫然写着小杰惊现苏家千金身份。我点开一看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立刻冲向总裁办公室。李佳明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质问道。李佳明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就是你看到的那么回事。”我难以置信地重新审视着手机上的文字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只见李氏集团的官方微博发出严正声明，针对那些恶意诋毁我们总裁未婚妻小杰的营销号，我们已发出律师函。网络并非法外之地，请相关账号立刻删除不实言论。热评第一条居然是我家族企业账号的留言。对于所有散布谣言、诋毁我们大小杰的营销号，我们已采取法律手段，请大家共同维护网络环境，立即删除对大小杰的不实指控。我手一颤，手机从指尖滑落，摔在地毯上，闷声不响。我的心也仿佛随之坠落，失去了生机。我根本还没想过要暴露身份啊！我的自由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我还想继续探索这个世界的精彩，我还想多见识几位帅哥，感受他们的魅力，我还想多去几次夜店，随着音乐舞动，享受青春的狂欢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绽放，怎么能被婚姻的枷锁束缚住呢？李佳明缓缓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揽住我的肩膀，他深情款款地说道：“请多指教，我的未婚妻。”我轻轻挣脱他的怀抱，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：“我现在还不想结婚。”李佳明面不改色：“现在不结，可以以后再结，但我们可以先订婚。”我无奈地闭上眼睛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被全网曝光，再想逃避也无济于事。于是我退而求其次，订婚可以，但在结婚之前，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。无论我是彻夜不归去夜店狂欢，还是背起行囊环游世界，我都要做自己，你不能约束我。李佳明微微一笑，眼神中满是温柔。当然，我会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为了你的安全，你得告诉我你的行踪，这个条件我还能接受。最后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疑惑地看着他：你们家应该没有那种嫁过去要先跪2个小时的奇葩习俗吧？李佳明收敛了笑容，认真地看着我：当然没有。他在心中默默补充道：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你受这种委屈？尽管有些不甘，我还是接受了与李佳明的订婚。毕竟在家族和集团的利益面前，我的个人意愿显得微不足道，而且李佳明也答应给我足够的自由，不会过多干涉我的生活。订婚宴会在李氏集团旗下的豪华酒店举行。当晚，我穿着一袭华丽的礼服，挽着李佳明的手臂，走在红毯上，
迎接着宾客们羡慕和祝福的目光。然而，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我却感到一丝莫名的空虚和迷茫。宴会结束后，李佳明送我回到家中，在月光下，他看着我说：“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和不甘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用行动来证明我对你的爱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会给你这个机会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继续过着我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我偶尔会去夜店狂欢，感受那种放纵的快乐，有时也会背起行囊，独自去旅行，探索未知的风景。而李佳明，他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既给我足够的空间，又在我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发现，我对李佳明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。他总是在我疲惫的时候给我安慰和鼓励。他的温柔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和温暖。一天晚上，我从夜店回来，发现李佳明在门口等我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关切。你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我点了点头，还不错。他笑了笑，然后说：我知道你喜欢自由，喜欢追求自己的快乐，但我也希望你知道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听着他的话，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情和坚定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一直在寻找的，不仅仅是自由和快乐，更是一份能够让我依靠的温暖和安全感。渐渐的，我开始主动邀请李佳明参加我的活动，无论是去夜店还是旅行。我发现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和难忘。我们一起跳舞，一起唱歌，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感情也逐渐升温。然而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得知我的父亲生病住院了。我立刻赶到医院，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我心中充满了担忧和恐惧。李佳明得知消息后，也立刻赶到了医院。他握住我的手说：别担心，有我在。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温暖，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佳明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与我一起照顾父亲。他的细心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力量。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，我们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。终于有一天，医生告诉我们父亲可以出院了。我欣喜若狂地抱住了李佳明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他微笑着看着我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幸福不是追求无尽的自由和快乐，而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和一颗愿意为你付出的心。我看着李佳明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爱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我开始思考，也许订婚并不是束缚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我开始期待与李佳明的未来，期待我们共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在海边散步，月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的。李佳明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：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：我愿意。他紧紧地抱住我，我们在月光下深情相拥。那一刻，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我们的婚礼在海边举行，我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挽着李佳明的手臂，走在红毯上。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裙摆，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自由。在亲友的见证下，我们许下了永恒的誓言。
李佳明看着我，深情地说：“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守护你。”我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紧紧抱住他。我也愿意用我的一生来陪伴你。那一刻，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婚后，我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自由和快乐。李佳明始终尊重我的选择，给我足够的空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们一起旅行，一起跳舞，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。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幸福的气息。每当我想起那段曾经追求自由的日子，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庆幸和感激，因为那段日子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更加深爱着李佳明。而李佳明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我，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心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们都会携手共进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在我们婚后的日子里，我渐渐发现，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浪漫，更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和理解。李佳明总是能够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支持和鼓励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。我们也开始尝试共同经营一些事业，虽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挑战，但每一次的困难都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。我们彼此扶持，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。如今，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许多年，回首过去，我感慨万分。曾经的我追求自由和快乐，而现在的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深爱我的丈夫。我明白了，真正的自由和快乐，并不是一味的逃避责任和束缚，而是在爱与被爱中找到平衡和满足。李佳明给予了我这份平衡和满足，也让我明白了爱情的真谛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，与李佳明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我相信，在爱情的滋养下，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精彩和充实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半年前，朱思弟不顾我的哀求，把我从疾驶的车上推下去，我摔断了腿。半年后，我和一个高中同学闪婚。朱思弟得知后，在宴会上羞辱我不要的狗，谁敢娶？京圈太子爷装成冷笑，反问他：“我的女人，你敢说是狗？”我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被装成捡回家的。那天，朱思弟不顾我的哀求，推开疾驶的车门，一脚把我踹下车。我在柏油路上滚出去10多米远，脑袋昏沉沉的，右腿很痛很痛，根本就没法子站起来，有一些血，但很快就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。我挣扎着爬到不远处的公交车停靠站，想要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手机被朱思弟砸掉了。我不知道在公交车站台坐了多久，直到庄成把我唤醒。他问我为什么大晚上的一个人坐在公交车站台，他还问我要去哪里，他可以送我去。我和庄成是同学，高中的时候他找我表白过，我拒绝了。我这人从小就胆小，不敢做一点点愉悦的事情。高中时期，老师和家长都严禁谈恋爱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敢的。哪怕我当时有一点点动心，坐在庄成破旧的面包车上，在他送我去医院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倾诉或者别的缘故，我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的经历。为着生意，家里把我当作玩物送给了朱思弟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也对我好过，我以为我遇到了这辈子的良人。我曾经规劝过他，不要在外面喝酒玩耍，酒喝多了伤肝。年轻的时候尚且还好，年纪大了撑不住。我也劝他，外面的女孩子虽然一个个貌美如花，但是
每一个都只盯着他口袋里面的钱。我也曾说，飙车害人害己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安全第一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说，他就笑笑。后来有一次，他突然暴起，狠狠地甩了我几巴掌。他扯着我的衣服，我把摁在墙壁上，掐着我脖子怒吼：花未眠，你就是花家送给我的一条狗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开心逗你玩玩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。说着，他摔门出去。很快，我就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他严厉地指责我，作为一个玩物，就应该恪守玩物的本分，乖巧温柔，会讨主子欢心最重要。花未眠，你难道以为朱少会娶你这种女人？父亲在电话里面责问我，谁给你的勇气行使妻子的职责？挂断电话的时候，我手脚都是冰冷的。后来，朱思弟好像开发了我这个玩物的新功能，他逼迫我喝酒、飙车。我酒精过敏，我还晕车。我曾经被他灌了大量的高度白酒之后，胃出血进入了医院，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才能够出院。然后他再次逼迫我喝酒，看着我在洗手间吐的眼泪都出来，他笑得疯癫，装成送我去了医院。我右腿骨折，幸好还有得救。他交付了住院费，嘱咐我放心，好好养伤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带着炖好的鸽子汤来看我。未眠，我听人说鸽子汤养筋骨。他看着我，温柔地笑，有一缕太阳的光穿过医院的窗帘，落在他脸上。这个曾经宛如有橘子汽水味道的阳光少年，如今已经成熟了，然眉眼如画，温雅清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就想，如果当年我接受了他的表白，那会如何？但是随即我就把这荒唐的想法甩掉了。我父亲一心只想趋炎附势，眼睛里面只有钱。我妈妈去世的早，继母就是一个变态，从小我就是在继母的虐待下长大。曾经有一度，我企图逃跑，但是仅只是7天，我就被找了回来。而后是长达2个月的禁闭，黑漆漆的地下室里面，哪怕是白天，也只有一点点幽暗的光。晚上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在医院躺了2天，由于没有手机，竟然出奇的安静。但是我担心着医院的住院费用，装成说他是一个汽修工，我身无分文，他一个普通打工人。我提出院，可是他说我必须要养好伤，医生说了，需要1周左右，回家还需要静养3个月的时间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想了想，斟酌着了一下子用词，这才说道，我家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我爸不会给我1分钱的，而且就在前几天，他写了文书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了，我没钱的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很是惶恐，惴惴不安。但是他摁住我的手，低声说道，未眠，嫁给我好不好？我可以照顾你。我感觉到了他手上的温暖，这是我从朱思弟身上从未感受到的温暖，还有一丝安全感。我抬头看他，哪怕是一身普通至极的衣服，依然衬托着他身姿挺秀，气宇轩昂，和高中时期一样。我很是动心，但我怕连累他，所以我跟他解释，一点一点地述说我的原生家庭。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吃人的怪兽。原本我指望朱思弟能够拯救我脱离火坑，可是朱思弟本身就是一个火坑，差点就把我焚烧成了灰烬。我知道那天晚上朱思弟为什么发疯把我推下车，他和我爸的合作生意投资失败，我爸很生气，气得写了文书给我，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。呵呵，朱思弟也很生气，逼迫我跳舞、喝酒。在他心目中，我就是一个玩物。开心吗？逗着玩玩；不开心，
我就是出气筒，可我这么一个玩物，竟然坚守了最后一道防线，败了他的兴致。未免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居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庄成把我抱在了怀里，我的泪水染湿了他的衣衫。早知道后面的话，他哽住了，没有说。我在医院住了1周，出院的那天，他给我带来新衣服和金首饰。我看着他挂在我脖子上的花丝爬藤葫芦，像是小孩子一样，轻轻地摇晃着，听着里面清脆的声响。未免，这葫芦叫享福，享同享。庄成的眼底带着一丝温柔，他说：“我的前半生太苦，后半生他要让我体验人世间的幸福。”就这样，从医院出来，我们去民政局扯证了。我有些庆幸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怕我将来和我妹争夺家产，直接让我把户口迁了出来，因此想要扯证结婚，倒是一点都不麻烦。我也有些担心，虽然我已经被家里放弃了，成了他们笑话的流浪狗，但是若是让他们知道我结婚了，我爸、我继母和继妹真的能够放过我吗？还有朱思弟，我和庄成相处的这一段时间，出奇的平静温和，我也出奇的有安全感。由于我腿受伤了，不便出去工作，庄成提议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会写一点文章，要不去网上写小说玩，不指望挣钱，就是找点事情做做。我听从他的建议，开始写一点东西，运气不错，第1篇文就签约了。每天看着作者后台的新增收入，不是很多，但是足够我一个人的花销，我很充足，也很踏实。这种平静维持了半年之久。这天，我收到一个电话，哪怕没有备注，那组号码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。朱思弟。第1个电话我没有接，但是紧跟着我就收到一条短信：接电话，否则。他没有说，但威胁充斥在字里行间。紧跟着电话再次打了进来，我接通电话，话未眠：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敢不接我的电话？朱思弟的语气中带着难掩的愤怒：你居然敢和别人结婚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用力的握拳，指甲掐进肉里面，疼痛的慌，但是心口更加痛，还堵得慌，怕得慌。他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？出来喝酒，老地方。他用命令式的语气说。我张了张口，想要拒绝。你不来，我今晚就打断你男人的腿。感动我的女人。朱思弟要挟我，我很想问问他，我怎么就成他的女人了？但是问不要紧，我是谁的女人也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他真的会找庄成的麻烦。我做了他1年的玩物，熟知他的秉性。当初我养了一只猫，他揪着猫脖子上的毛，把它拎起来，猫使劲挣扎，抓伤了它。他把猫狠狠地灌在地上，猫没死，他一脚踹在它肚子上，鲜血和内脏都被挤压出来。玩物就是玩物，他阴恻恻地说道。至今，我常常在梦中被猫临死前凄厉的惨叫惊醒。我现在只要看到猫，我就忍不住颤抖、恐慌，唯恐这些小可爱遭遇恶魔的虐待。我不敢不去，因为我知道朱思弟不是说说，他是真的会做。找几个小混混，打断庄成的腿，让他残废，丢掉工作，甚至他们还会做一点别的事情。想想庄成那么温雅清俊的一个人，我的心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我跟在他身边1年，类似的事情见过他做过好几起，每一次他都是手段狠辣、血腥暴虐。我曾经劝说过他，哪怕如今富贵、有钱有人、有些权势，也应该恪守本分。朱思弟用力地捏着我下巴，用膝盖狠狠地给了我小腹一下子，我痛得整个人都弓了起来。他却是哈哈大笑。花未眠，
老子挣钱就是为着凌驾众人之上，为所欲为。我很想对他说，他确实有钱，手里有2家上市公司，还有好些房产等，但是他就是一个互联网新贵而已，核心技术还不在自己手里，理应小心经营，才可富贵安逸。骄横奢侈就算了，他还欺男霸女，当然他以前欺压别人就算了，装成我不能让他们欺辱他。我打印了离婚协议，签好字，放在书桌上，换了衣服，绝望地走出家门，走出这个让我留恋、倍觉温暖的地方，走向理应属于我的宿命。我老老实实地打车去了那家会馆，门口保安拦住了我，我正欲解释，却听到继妹花颜的笑声：“哟，这不是未眠吗？我们家的大小姐什么时候沦落到做乞丐的份了？这衣服这破烂！”我转身就看到了花颜，一身的名牌，光鲜亮丽，背着爱马仕新款的包。花颜说话的时候，一把抓过我的手腕，然后扬手，一巴掌狠狠地甩在我脸上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我被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就没有能够站稳。敢跑还敢嫁人？花颜抓着我的衣服，把我扯过去，语气冰冷：“花未眠，你以为这样你能够逃出去？别做梦！我看你是好久没有尝过鞭子的滋味了。”我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子。我曾经逃跑过，被抓回去，不光被关了2个月的禁闭。父亲说我也姓南训，为了避免将来做出更加离谱、有损家族的事情，让我继母好好教训教训我。于是他把我关进黑漆漆的地下室，早上是清水馒头，中午是馊饭剩菜，没有晚饭。每天晚上继母会逼迫我脱光衣服，跪在地上接受边吃鞭子抽打在臀部的疼痛，像是火花一样蔓延开来。继母不会动我的脸，因为我一张脸长得很美，那是我父亲用来攀龙附凤的工具，打坏了不值钱。他心情好的时候抽我个20-30鞭子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能打我半夜。我尝试过报警，换来的只是更加严厉的惩罚。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，水刑是一种酷刑，然而这种酷刑我就曾经遭遇2次。我惧怕花颜，当初就是他想出来用灌水的法子来惩罚我，我被折磨得差点死了。我想要后退逃跑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大手狠狠地拍在我后背，打得我一个趔趄，然后大手掐着我后颈，像是抓着一只待宰的鸭子一样。花未眠，还真是你呀！我心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子。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，鼻尖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香水味。我压下心中的恐慌，恶心的想要吐。花未眠，你可知道半年前因为你的失误导致我亏损了多少钱？朱思弟凑在我耳畔低声说道：“你是我养的一条狗，你敢嫁人？我做什么了？”我问。我从来没有插手过他的生意，他也不允许。半年前，我仔细回想，花颜曾经去过他的书房，但是花家和他属于绑定关系，花颜只要不脑残，都不会做出有损家族的事情。一念未了，耳畔传来朱思弟的呵斥：“还装？要不是花颜告诉我，我还真信了你爱我。花未眠，我告诉你，弄死你都便宜你了。”朱思弟的语气中带着森森冷意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包厢内众人都已经落座，没有我的座位，多余的一张椅子。花颜放了包，他说他的包价值100万，可比我尊贵多了。朱思弟让我站着给他们倒酒布菜，然后他倒了一杯烈性白酒，对我说：“喝掉，我有严重的胃病。最初是因为我遭遇过花家的水刑，所谓水刑，就是拿一个漏斗
塞到我嘴巴里面，往肠胃中灌水。大量的水灌入之后，人会小便失禁，等着灌到一定程度，再挤压腹部，让人把水吐出来。后来花家把我送给朱思帝，他初见我的时候惊为天人，曾经说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美貌的女子。后来我也不知道花颜做了什么，我沦为他取乐的玩物。他知道我酒精过敏，却是一次次地逼迫我喝大量的烈性酒，喝到胃出血，直到庄成把我带回去。这半年时间，我才算稳定下来，渐渐地养了一点生气。但是若是我灌下一杯白酒，只怕我会再次胃出血。怎么？朱思帝冷笑道：我让你喝酒，你也敢不喝了？要不让你男人来喝？别！我吓了一跳，忙着说道：我喝，你别找他麻烦。我看到朱思帝的薄唇抿了抿，眸子里面闪过一丝阴翳的光。我端着酒杯就要准备喝酒，未免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清朗的声音，我的心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子。转身我就看到庄成穿着银灰色的衬衣，同款颜色的裤子，仪态闲散地靠在包厢门口。他似乎刻意打扮过。我知道庄成容颜清俊，但从未想过他换一身衣服，换一个发型，竟然如此风姿秀美，宛如玉树临风。甚至在他出现的瞬间，我感觉包厢都亮了一下子。我转身匆匆抓过朱思帝，说道：你说过不会找他麻烦，太过着急，我连说话都结结巴巴。我很怕他们把对我做的事情也对庄成做一遍。他们可以羞辱我，但是他们不可以羞辱庄成。果然，我一念未了，朱思帝的小弟已经站起来，抖着腿，很不正经地看着庄成，说道：你谁呀？庄成的眸子里面带着一丝怒气，下一秒他已经把我拉了过去。我手里的那杯白酒落在他手中。你别喝！我急忙说道。他们只是想要找我麻烦，不关你的事情。庄成低头看了我一眼，抿了抿唇，这才说道：未眠，你是我妻子，他们找你麻烦就是找我麻烦。说话之间，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瞬间，那杯白酒被他泼在了朱思帝的脸上。朱思帝的小弟勃然大怒，一把抓过酒瓶，骂骂咧咧就要动手打庄成。但是朱思帝却是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，站起来陪着笑，哈着腰说道：庄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庄少，朱思帝，你敢要挟我老婆，把骚扰电话打给我，现在你问我？庄成的眸子里面带着低沉的怒气。我和他相处半年，从未见过他如此的低气压。老子站着，谁给你们的勇气？一个个坐那里！庄成骂道：刚才谁让我老婆站着倒酒的？朱思帝都站了起来，被人泼了一脸的酒水，都没有敢吭声。众人忙着都站起来，并且向后退了好几步。庄成抬脚把花颜放包的那张椅子一脚踹飞出去。花家很有钱啊，一个包竟然敢占一个位置，还敢让我老婆站着给你们倒酒，脸很大呀！说完这句话，他打了一个响指，外面一个黑衣人匆忙进来，说道：大少，收购成功，花家破产了。花颜的嘴里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叫：不可能！说着，他就向着朱思帝扑过去，叫道：帝哥，你对他说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但是朱思帝却是一脸畏惧地看着庄成，一把推开花颜，像是怕沾染上什么脏东西一样。对，这模样和半年前把我从车里推出去一模一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听闻花家破产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松了一口气。花颜和我那继母之所以能够对我为所欲为，那是因为花家有钱，
若是花家没有钱，这两人自顾无暇，自然也没法子找我麻烦。我站在门口的时候，这才发现外面竟然全部都是身着黑色衣服的保镖，负手而立，装成伸手摸向我的脸。花颜打了我2巴掌，我脸上到现在都是火烧火燎的，不用照镜子，我也知道应该是红肿起来了。谁打的？他问我，我有些怕，没有敢说话。朱思弟。庄成的目光落在朱思弟身上，不是我。朱思弟似乎是吓了一跳，忙着把花颜抓过来，对，就像刚才抓我一样，掐着他后颈，一脚踹在他小腿肚上，逼迫他跪在地上。弟哥，救我！花颜吓得瑟瑟发抖，奈何朱思弟只顾着想要讨好庄成，又怎么会管他的死活？我突然觉得好生搞笑，所谓的联盟，无非也就是利益相关。当更加强大的权势出现的时候，联盟不堪一击。朱思弟，要我教你怎么做吗？庄成冷着脸问道。伴随着这句话，几乎就在下一秒，一个啤酒瓶狠狠地砸在花颜的头上，顿时一缕鲜血伴随着酒水落在他容颜精致的脸上。朱思弟粗鲁的一把扯过他的头发，狠狠地甩了他7、8个耳光，然后又用拳头打他胸部、腹部。花颜痛得惨叫，但是他不敢反抗，只是哭着求饶。你不是很喜欢看人喝酒吗？庄成把我护在身后，这才说道，让他把酒都喝了。庄成拉着我的手向着外面走去，我转头看过去，朱思弟的已经命令他的小弟们把花颜摁在桌子上灌酒，红的、啤的、白的，像极了他当初对我实施水刑的模样。他会不会死？走出会馆的时候，我有些担心花颜的死，我自然不会在意，我只担心他的死会不会让庄成有麻烦。不会，庄成笑得讽刺说道，让他这么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外面10多个保镖簇拥过来，我真的从未见过这等排场。现在的庄成看起来有些陌生。庄成给我拉开了劳斯莱斯的车门，贴在我耳朵说道，宝贝，去车里等我，我处理一点私事。我一肚子的话想要对他说，但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坐在奢华的劳斯莱斯车内，我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啊？也许就是闹着玩玩。朱思弟尚且说我不过是一条狗，开心的时候逗着玩玩，不开心自然是一脚踹开。朱思弟很是惧怕庄成，叫他庄少，加上现在这排场，庄成的来头很大，就算他愿意娶我这么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女人，他家里能够同意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叹气。原本以为庄成是我的良人，每一次他都能够给予我安全感，这半年我过得很是踏实。可现在似乎这份平静即将被打破，我又需要拖着行李箱四处流浪，居无定所了。眼泪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，有一双温热的手抹过我脸上的泪痕。未眠，怎么了？耳畔传来庄成温和的声音。我鼓起勇气抱了他一把，这才说道，庄成，我会离婚，我不会缠着你。为什么？庄成扶着我，低声问道，是我哪里不好吗？他不问还好，一问我心酸的不成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我不是坚强的女人，我事实上就是一朵柔弱的菟丝花。我没有拿得出手的文凭学识，也没有显赫的身世。你原本和我说你是汽修工。庄成就这么抱着我，吩咐司机开车，叹气道，未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是汽修工。我以为什么事情呢？甚至我刚才误会，你心里是喜欢朱思弟的，差点就准备把他弄死。
至于学识，你是985的高材生，还要怎样？你可是实打实靠着考上去的，不是那些花里胡哨混进去的学生。显赫的家世。对于这句话，庄成靠在车椅上，让我靠在他身边，说道：“你爷爷当年在的时候，花家也曾经显赫一时。你爸说了，你不要生气。真正的败家子，尤其是娶了慕容家的女人。慕容媛，我的继母，是一个狠辣卑劣的下作小人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奈何不了她。”庄成把我带去了他的大别墅，我发现我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搬了过来。西边有偌大的人工湖，宽敞明亮的落地窗，我看着很是喜欢。第二天一早，庄成的妈妈就来了，我紧张的不行。结果她拉着我的手，问长问短，不断的安抚我。她告诉我，在庄成和我扯证的时候，她就知道了我想要去看我。但庄成不同意。我那个时候状态很不好，精神敏感多疑，病和伤重叠，所以他就把这边别墅让人收拾了，悄悄地给我买了好多新衣服、首饰、珠宝。那是一个和蔼贵气的太太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股雍容华贵。花家破产了。花颜那天晚上被朱思弟的几个小弟灌酒灌得大小便失禁，不省人事。朱思弟让人把他丢在了一个小诊所。第二天，他打车回去的时候，家里的房产已经被封锁了。我那位老父亲花照在急躁暴躁中看到他那狼狈的模样，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当然，打他一顿也解决不了花家没钱的事情。不光没钱，外面还欠着一屁股的债。在得知他们破产之后，债主开始上门了，催债的手段相当激烈。短短1周，花家众人都挨了好几次打。花颜被人踢掉了半边头发，成了阴阳头。我那位继母听说被人打得在地上爬。至于我那位老父亲，好不到哪里去。我自从会馆回来之后，搬进庄家的大别墅，庄家父母也都宠我爱我，生活无忧无虑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是恶心反胃。我一直都有胃病，因为也没在意。庄成得知之后，一定要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的结果让我们俩都是大出所料，我怀孕了。一瞬间，庄成就乐得找不到北了，在医院就打电话给他父母报喜。从医院门口出来，我那位老父亲花照拦住我们的去路，未免借点钱给我。说话之间，我那老父亲就要伸手拉我，庄成把我拉到身后，保镖已经围拢过来。未免，你是我女儿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给予的。被保镖隔离在外，花照冲着我大吼。我站在庄成的身边，抬头看着他，原本凸起肥胖的小肚子似乎扁平了一点，一张脸皱纹都垂了下来，眼袋垂得很下，瞳孔浑浊。跟在他身边的继母和花颜更是狼狈。花颜半张脸都是青紫色的，拿着不知道什么地方捡来的破布裹在头上。但是就算这样，我还是能够看到他额头上的伤痕。未眠，花未眠，我警告你，你老老实实给我过来！我那个老父亲冲着我色厉内荏地吼着。我看到庄成的目光冰冷，我和他说几句话，我低声说道。庄成微微点头。在保镖的护持下，我走到他们面前，然后我还没有开口，花颜像是疯了一样冲着我吼道：“花未眠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也配嫁给京圈太子爷庄先生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赶紧离婚，收拾东西滚蛋！”说着，他竟然冲着庄成抛媚眼，极尽风骚。但是他也不看看他那张脸，如今还能够看吗？没有等我说话，我身边的保镖直接就一个大逼兜甩他脸上，打得他摔倒在地上，
继母忙着想要去扶他，我看着我那位父亲，这才慢慢地说道：“花先生，你把花颜接来家里的那一年，他7岁，也是那一年，他把我妈妈从楼上推了下去。你也知道，那个时候我妈妈有5个月的身孕了，一尸两命。我告诉过你，是花颜把妈妈推下楼的，可你把我打了一顿，关进了地下室，足足2个月。我被你从地下室放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快要死了。你们所有人都说我妈妈是抑郁自杀，我笑得讽刺，眼泪却是不争气的滑落。那个时候，我妈妈得知花照在外面包养了女人，还有了花颜这种丑东西之后，想要离婚，奈何她怀孕了。她准备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提离婚。我继续说道：我想7岁孩童，想来还没有那么歹毒的心肠，是你或者是慕容元授意吧？你知道我妈妈要离婚，你出轨是事实，属于过错方，不想我妈妈分走家产，哪怕只是我妈妈带来的嫁妆，你也舍不得。花照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不再是我的父亲，你是我的杀母仇人。至于这2个人欺我辱我多年，我心里只有恨。说着，我掉头就走，坐上庄成的车。菟丝花看似乎柔弱不堪，但是只要给我攀附的依靠，我也可以很坚强，很坚韧。在花家破产后不到半个月，朱家也破产了。朱思弟的2家公司都负债累累。当他被人赶出豪宅之后，原本跟随他的小弟们竟然一个个落井下石，要债的上门，他也一样摆脱不了被殴打的命运。这还不算，他有诸多债务纠纷，官司缠身，这其中还涉及到半年前的一桩商业泄密。庭审的那一天，我去了。朱思弟找了律师，想要把某些事情做实，脱身出来。我懂他，他一向狂傲、桀骜，公司破产，他不会总结自身的原因，他会怨竞争对手，怨庄成打压他，甚至怨这个社会不公平，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，都不想坐牢。他期盼着东山再起，当然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我当着他的面交给法官一个 U 盘，然后就是休庭10分钟。花未眠，你做什么了？朱思弟狠狠地盯着我，眸子猩红，他脸上写满焦虑、暴躁以及愤怒。你敢出卖我？他恶狠狠地威胁我。我笑得云淡风轻，温柔一如既往。U 盘内自然是你和花家这些年利用不正当手段打压同行、欺辱弱小，以及各种犯罪证据。哦，不光是经济犯罪，还有刑事案件。我想今天庭审结束后，你就要面临刑事起诉了。朱思弟冲过来就要抓打我，但是我的保镖挡住了他。花未眠，你这个贱人，老子弄死你！朱思弟冲着我怒吼，别在法庭大吼大叫，否则罪加一等。我温柔地笑着。庭审几乎没有什么意外，朱思弟被判了5年。当然，这只是开始，他身上还有重大刑事案件。我已经找到当初的苦主，给了钱，帮他们请了律师，起诉朱思弟。最后，在我的运作下，朱思弟被判了15年。看着他被押上囚车的时候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剩下的就是花颜和我那个继母慕容元了。庄成一直都派人盯着他们，坐在庄成的车内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我倍觉安心。未眠，你手里一直都有朱思弟的证据，为什么不起诉他？他附在我耳畔，低声问我。我想了想，这才说道：不是人命案，就算有证据，它的可操作性还是很高。我原本的计划是无命祭天，法力无边。若是如我这般一个妙龄女子，全身都是伤，衣衫不整，死在路边，自然是众人瞩目。
如此才有可能一搏。甚至我在死之前，若是安排好，我可以死后上热搜，不愁没有出色的刑警介入调查。庄成把我搂在怀里，搂得有点紧。有你，让他们破产，后面的一切自然是水到渠成。我轻轻的呢喃：未眠，我以后会保护你。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语音带着几分宠溺。庄成问我：未眠，半年前朱思地标书泄露，设计图纸被盗，也是你做的。他说，若没有半年前的事情，他想要弄垮朱家和花家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我笑笑，告诉他过几天就知道了。花家破产后，我那位老父亲花照，从上市公司大老板到负债累累，也就是几天时间，继母慕容媛开始和他闹离婚。他虽然年近50，但是保养得好，想来还是可以找到接盘侠。何况他还有花颜这个女儿。花照也怂，居然同意了。或者说，对于他来说，慕容媛是他心目中的白月光。我找到了他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插入 U 盘，看着 U 盘里的内容。花照已经浑浊的瞳孔渐渐收敛，嘴里发出宛如是野兽一样的咆哮，紧握拳头，青筋暴起。父亲大人，恭喜你生了一个白眼狼的女儿，养了这么多年的枕边人，心里惦记的还是外人。我说着，把电脑交给保镖，躬身行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毁掉一个人真的很容易，尤其是这么多年的日积月累，哪怕我这个人堕落尘埃，卑微至极，花颜依然处处和我攀比。奈何她没我漂亮，没我聪明，口口声声骂我是一条狗的人，事实上内心卑微的连条流浪狗都不如。我知道半年前东城项目对于花家和朱家来说都意义重大，但是我不会让他们得逞。花颜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，或者说，在他把我妈推下楼的时候，他内心的恶魔就已经苏醒了。我不用明言，只需要暗示几句，拿下东城项目，朱思地就会娶我。他急了，他想方设法，迫不及待地要破坏朱思地的东城计划，而我给他铺好了一切，让他进入朱思地的书房，让他把标书和设计图纸卖给对手公司，这其中还牵涉到一些别的商业机密。于是花家和朱家筹备3年之久的东城项目付诸东流，前期投资血本无归，没有庄成的介入，这两家说不准还能够苟延残喘，甚至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但是金圈太子爷的介入直接让他们破产了。1个星期之后，庄成告诉我，我那位老父亲花照偷了一把菜刀，砍死了花颜和继母慕容媛后自杀了。善恶终有报，我料理了这3人的身后事。我那位老父亲生前为着慕容媛，为着花颜，不惜杀死我的母亲。死后，我把他们的骨灰葬在了一起，让他们一家子齐齐整整，阴间地府团聚吧。早些年，花照与我母亲也曾经相恋，我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他叫花照，给女儿取名花未眠。我也一样，是他带着期盼的孩子。可惜，等着一切结束之后，我带着庄成去给母亲上坟，抹去墓碑上的污垢。我点了香，轻轻地说道：妈妈，你的女儿终于自由了。我原本想着以死搏自由，并且留下线索，搞死朱家和花家，但是我有了依靠，我有了庄成，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
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